上辈子为了跟死对头抢男人，我仿佛失了智一样，疯狂给那个广开后宫的男人送资源，结果把自己家生意搅黄了。这辈子我是要远离死对头和那个后宫男，结果死对头杀了上来，他眼神微眯，气势凌人。最近怎么突然消停了？难道有喜欢的人了？我冷笑一声，放心吧，这辈子我都不会再看一眼男的。结果他大喜，你终于发现自己喜欢女生了。死对头再接再厉，找生不如找熟，我们两家知根知底，也门当户对。你考虑考虑。喂，110吗？是的，我要重新穿越回去。对，我不重生了。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当我在10米宽的大床上醒来时候，我就意识到很不对劲。前段时间我家生意不景气，于是我忍痛把我的床换成了5米宽，床垫子也降了个档次，睡起来远没有现在这个舒服。我睁开眼，屋里的摆设很熟悉，家里生意还如日中天时候，我屋里就是这摆设。我瞳孔地震，我拔腿冲出门，身体在前面飞，脑子在后面追，不顾仆人惊喊。我跑到栏杆边，探头往下看，我激动不已，真是我家！等等，封文清，你怎么阴魂不散的？一句满含怒火的质问脱口而出。巨大华丽水晶灯下，坐在沙发上喝茶的人优雅放下杯子，仰头漫不经心看我一眼，而后继续和眼前人说话。我气得牙痒痒，一挥手，霸气十足吩咐：来人，马上把他从这个家里拖出去。结果下面一声狮子吼如惊雷乍起，一大早起来就邋里邋遢、疯疯癫癫、吵吵嚷嚷，你还有点女孩子的样子吗？马上给我滚回去换衣服下来见客，就不能跟人家文清学学？瞧瞧人家收拾得多利落，再看看你跟个疯婆子一样，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倒霉玩意？被我妈这道声音吼了20多年，我下意识缩缩脖子，灰溜溜回屋去，坐在镜子前，佣人在后面帮我梳头发。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眼神逐渐迷离，呼吸越发急促。现在的我太美了，皮肤吹弹可破，头发乌黑浓密，脸上胶原蛋白满溢，完全没有几年后皮肤松弛有黑眼圈还情路不顺的狼狈样。呜，这么美的我怎么会眼瞎心盲，扔掉脑子去跟封文清争抢一个各种条件都一般，只会说莫欺少年穷的陶之行的，根本不科学。最不科学的是，那人还是个喜欢广开后宫的凤凰男。陶之行出身一般，模样还行，自己开了个小公司，出了门也是人模狗样的。在一次招标会上，他遇到了当时在自家子公司历练的封文清，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封文清对他另眼相看，两人交流越发频繁。而我当然看不得封文清情路这么一帆风顺。什么？有人问本小姐要钱有钱，要颜有颜，要才还有颜，身材窈窕，性格好，家境优渥，颜值高，这么出众的条件，为什么还看不惯封文清？哼！虽然封文清是个根本不能和我比，各方面都差我一大截，只会混在男人堆里，一门心思经营生意，除了会赚钱，深得老一辈人喜爱，从小就是别人家的优秀孩子外，没有任何优点的人。但是我从小看封文清不顺眼，所以问你为什么呀？就算我们两个从小是邻居，家里是世交，他不耍大小姐脾气，处处迁就照顾我，我还是看他不顺眼。原因无他，我学习成绩一般。我妈指指点点，你看看人家文清，这次又是全校第一，
你再看看你，我运动成绩一般。我妈指指点点，你看看人家文清，每天5点起床晨练。你再看看你，我艺术细胞一般。我妈指指点点，你看看人家文清，古筝、钢琴样样精通。你再看看你，等我大学毕业了，我妈终于接受了我的平凡，她不再念叨我。你以为我就解放了？哈！封文清进他家公司实习了，我躺家里沙发上追剧。我爸恨铁不成钢，天天就知道吃。你看看人家文清，在公司基层都表现这么优异。你再看看你，我换了盛装想参加派对，我爸恨铁不成钢，天天就知道玩。你看看人家文清，已经在公司连续升职。你再看看你，我忍受不了，出国旅游散心，我爸一个电话追过来，恨铁不成钢。你看看你那脑子能干点啥？出门连卡都没带，钱够花吗？文清正好在那边出差做项目，爸跟他说好了，你先去找他拿点零花钱用着，真是一点不让人省心。你看看人家，再看看你，忍无可忍，无需再忍。我发出尖锐报名，我这辈子都和封文清势不两立。回忆往昔，我有些唏嘘，应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处处和封文清作对。封文清越在意什么，我就越要去搅和，能弄坏更好，弄不坏也要让他心烦意乱才好。封文清难过，我就很爽。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个叫陶之行的人。当时陶之行经营着一个生意刚有些起色的小公司，在一次招标会上，他遇到了封文清。封文清对他很赏识，于是陶之行的生意越做越大。我看封文清对他这么不一般，自然要去插上一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和陶之行接触多了，我像疯了一样，满脑子只想着陶之行，许多行为根本不受控制，主动把家里生意和资源送给陶之行这种脑残事干了不止1、2次。对封文清的态度也更剑拔弩张，仿佛封文清是我杀父仇人一般。明明只是为了一个普通优秀的男人。回想之前那些事，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可怕，陶之行真可怕，男人真可怕。难道我看着美貌，其实是个隐藏的恋爱脑？不行，好不容易我的泼天富贵与绝世美貌与智商正常的脑子都回来了，我绝对不要再重蹈覆辙，远离陶之行和封文清，保我一世荣华富贵。我信誓旦旦，我给自己狂灌鸡汤。我妈含笑推门进来，仔仔，文清说想参加一个派对，但是没有合适的衣服首饰，你这方面懂得多，今天陪他去逛逛。我惊慌回头，妈，我才不要和他一起出。我妈身后，封文清一身休闲西装，只安静站在那里，身姿如劲松。他一双如墨的眼睛投望过来，平静的瞳孔下掩藏着触目惊心的情绪。我对上这道视线，怔愣片刻，随即睁大眼睛瞪回去。瞅你妈了个巴子，没看过美女吗？我瞪得正起劲，我妈一巴掌抽过来，你看看你像什么样？我捂着后脑勺痛哭，妈，我真是你亲生的吗？我妈长长叹了口气，十分惋惜，是真的，我确认很多次了。你这遗憾的语气是怎么回事？你要不是我亲生的，我早把你扔出去了。行了，赶紧换衣服和文清出去，不讲理。我表情桀骜，抱着胳膊坐在车里，脸撇到一边，根本不看封文清。封文清不想要司机跟着，是他自己在开车。他表情倒是十分悠哉。再撇下去，你今晚睡觉要落枕了。我冷哼一声，本小姐的事你少管，开你的车去。封文清低低笑了声，我怒瞪过去，你笑个锤子。封文清表情愉快，
好长时间没看到你耍脾气，突然还有些怀念。我和风文清很长时间没见了吗？我有些疑惑。在陶之行出来之前，我和风文清应该隔三差五都会见到才对，但是我也不清楚现在具体的时间点是在哪里，只好含混应付了句：商场里。我带风文清去了自己平时常去的店。你要参加哪种宴会？需要什么性质的衣服？风文清犹豫半天，正是偏休闲之类的吧？哈，我不敢置信。你衣柜里不全是这种风格衣服吗？如果要买工作装，这人的经验明显比我多吧？风文清搔搔脸，罕见的有些尴尬。他清醒过来后，第一时间想过来确认下这人情况，于是随便找了个借口把人喊出来，根本没想那么多。眼见这人的表情越来越夸张，明显是又想偏了。风文清犹豫片刻，暂时把自己良心扔一边，就是感觉你的眼光比我好点。这种理由他自己都感觉牵强。结果对面的人眼睛骤然亮起来，神采飞扬。当真？哈哈哈，本小姐的衣品自然不是你这种无趣之人能够比的。如果不是附近站了一群等吩咐的店员，我都想把风文清这句话录下来。破天荒啊，家人们！从小到大，家里一直说我比不上风文清，但是现在风文清亲口承认比不上我。我叉着腰，不错不错，你难得有自知之明嘛。风文清表情艰难，是。我骄傲地昂着下巴。既然你主动求我了，本小姐就大发慈悲，帮你一次，把你们店里秋季新款全部拿出来。风文清脸上一僵，不用买太多，一身就够了。我很不赞成，难得出来一趟，当然是多多益善。本小姐可没那个闲情雅致，天天来商场。见我兴致勃勃选衣服，风文清轻叹了口气。我挑出几件，喊他过去。这套浅粉色配橘黄斑纹领结的怎么样？很活泼减龄。墨绿色这件外套不错，就是衬衣不太搭。你皮肤白，但是年龄不大，气场不足镇不住人。上班穿的话，这套酒红色的就不错，还有那套薰衣草紫色、嫩黄色、蒂芙尼蓝色，当然了，米白色的也很经典。风文清看着一排多巴胺西装，忍不住直按额角，就没有黑色或者烟灰色的。我瞪他一眼，那种老头衫，你想都不要想。行了，赶紧去试试。风文清随手一指，不是了，就那套酒红色的吧。我礼貌微笑，很好，真棒，多不尊重人啊！我忙了大半天呢，人家就这态度。风文清眼皮轻颤，尽量自然道：你选的自然没问题，酒红色的，熨烫好再送回去。我明天要穿，其他的全部送回去，让人挂我衣柜里。我轻哼一声，算他识相。店员去打包衣服，风文清问：你不用买些什么？我付钱，当是谢礼。我摆摆手，我每季的衣服都是品牌方早早送到家里，才不会像风文清一样在秋季过一半了才来买衣服。咖啡店，我面无表情喝着咖啡，怎么也想不通现在的情况。风文清把蛋糕推到我面前，怎么这副表情？咖啡不好喝？咖啡没问题，有问题的是你呀。选完衣服后，我就想和他分道扬镳，但是风文清说无论如何要谢谢我，于是把我带到了咖啡店。当然了，这里的环境我很喜欢，咖啡和蛋糕味道也很满意，但是和风文清坐在一起喝下午茶，这个剧情走向太玄幻了吧。我内心疯狂安慰自己，冷静，白长乐，你要冷静，不就是和风文清坐在一起喝个下午茶而已，没事的，死不了人的。
大约是气氛太过安静，封文清找了个话题。听伯母说，长乐你大学毕业后一直待在家里，你一般会在家里做什么？我瞬间全副武装，你什么意思？想讽刺本小姐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正事不干，只会捣乱。封文清，不，我没那意思，天地良心，他只是想找个话题拉近两人关系而已。我放下咖啡，哼，别以为逛街买衣服、喝过下午茶后我们就很熟了。我告诉你，本小姐是不可能和你做朋友的。表完决心，我起身走人。5秒后，我重新坐回来。服务员，刚才的咖啡再来一杯。无视封文清由黯然神伤转变为惊讶微喜的表情。我在竹帘上扒开一条缝，脸贴上去看着外面。思安，你来了，快去换衣服，现在有点忙呢。被叫思安的人笑着去后面换了制服，开始点单送单。还真是冤家路窄，没想到出来喝个咖啡都能遇到这人。宋思安是陶之行的青梅竹马兼初恋。几年后，我对陶之行死缠烂打的时候，间接接触过几次这个人。陶之行对他非常维护，当时我对这个经常往陶之行身上贴的人十分不爽。那段时间的记忆有些模糊，只记得我应该是对他下过几次绊子。陶之行半路结了我家几单生意，给他小青梅报仇。那几单生意被劫走后，我家财政急转直下，我也不得不告别了我心爱的10米大床。想到这里，我愤愤嘀咕一句：祸害精，麻烦鬼。按照正常时间线走，我应该是在4年后才第一次见到宋思安，我还想着好好享受人生呢，结果今天就见了鬼。愤愤瞪了一眼罪魁祸首。封文清不明所以，你瞪我干嘛？我瞪你关你什么事？你自己听听，这话合理吗？咕叽咕叽啰里啰嗦，烦死人了。我抽出几张钞票拍在桌上，不喝了，本小姐走了。司机早早开车在路边等着，我上车后直接离开。竹帘被掀开，宋思安端着餐盘进来，甜甜笑道：这位小姐，您的咖啡好了。把咖啡放在桌子上，他问：请问是现金结账吗？封文清慢条斯理把现金一张张收起来，理平整，而后放在自己钱包里。他嘴角噙着淡笑，精致的眉眼带着抓到蛛丝马迹的愉悦。不，办张卡，这里咖啡味道很好，以后我会常来光顾。宋思安登记信息，帮他办理充值卡，把卡送过来。封文清后靠在椅背上，抬眼看过去，你的外在形象很好，是大学生。宋思安腼腆笑笑，今年大3，快要校外实习了，趁还有时间就出来做个小时工。封文清指尖夹张名片递过去，宋小姐如果没有其他意向，可以考虑来我们公司试试。宋思安看着名片上的公司名字，呼吸明显急促。我回去后一头扎进屋里扒拉半天，什么都没找到。我无奈打开门，妈，一道充满不耐的声音。啊，我还什么都没说，我身份证和护照在哪呀？干嘛？你要出国啊？想出去旅游呢？我妈在脸上涂涂抹抹，先等2天。你爸昨天还说公司最近没什么事，要休息几天，正好全家一起旅游去。我大惊，这怎么行？我爸要是不守着公司，生意被人劫走怎么办？公司出了岔子，找不到人，补救怎么办？要是赔一大笔钱，咱家不就揭不开锅了吗？最主要是我那个10米的大床，不就又危险了吗？我妈停下涂抹的手，看着我，神色复杂。我这听着，你是巴不得咱家破产呢？我咬死不认，怎么可能？这不是以防万一吗？我妈转头继续，
把你心放肚子里，你只要不脑子一抽想创业，你爸赚的足够你花10辈子。我感觉我妈想得太天真了，世事难料，将来的事谁也说不准。我妈很不优雅地翻了个白眼，就算你爸真破产了，我的私产也够你们父女花3辈子，真的假的？我妈不想回答这个愚蠢的问题，并对我嗤之以鼻。我感觉很不对。上一世，我家就算被陶之行结了几个单子，但也只是生意不那么如日中天，财政上还是很稳的。但是我妈那时候就很忧愁，一副家里揭不开锅的模样，所以我才忍痛换了我的10米大床。如果真按照我妈说的，不管我爸怎么折腾，我家都应该吃喝不愁才对。我想到一个可能，妈，我那个床好像出了点问题。我妈大喜，坏了，赶紧扔了，妈再给你换个更好的。她早看那个床不顺眼了，破案了。我很愤懑，妈，我最喜欢那张床了，这辈子都不可能换。我妈冷笑一声，一张床占了大半个屋子，房间格局都被破坏掉了。就因为有那张床在，你的房间怎么布置都难看。要是被我逮到机会，早晚给你扔了。我痛哭，你怎么这样？我攒着眼泪和情绪，在我爸回来后，抱着他狠狠哭了一顿，话里话外都让他们2个赶紧出去。我爸最后满脸不解地带着我妈出门旅游了，直到坐在车上，我爸都没想明白，长乐不是一向喜欢出门玩，这次怎么不跟我们一起出去了？我妈冷喝一声，人忙着跟他那张床相亲相爱呢，哪有功夫搭理你？我爸一看这情况很明朗，家里2祖宗又双弱卓闹别扭了，他忙抱着我妈轻声细语地哄，并抽空给我转了一笔钱。仔，爸爸不在家时候不要委屈自己，这钱随便花。果然还是爸爸对我最好了。我躺在10米大床上打了个滚，收钱后给我爸发消息，爸爸，如果我拿这钱去开公司，你也会支持我的，对吗？我爸回消息很快，爸爸会支持你妈妈把你的腿打折，么么哒。呵，果然一张床睡不出2种人。那2个人出去后，家里再也没人管我。我买了一堆零食、游戏、书籍、漫画，开始闭关享受生活，连续熬夜3天打游戏。管家看不下去，跟我妈告状。我妈冷着脸给我制定了一张极其严格的作息表，命我严加遵守，并时不时抽查。我一连几天都对管家没有好脸色，他真玩不起。他知道年轻人的不规律生活有多快乐吗？星号老古董，颓废的时间过得很快。一天下午，我妈给我发消息说封文清晚上过来吃饭。我不乐意，你和我爸都没在家，他过来干什么？我怂了，这不是我怕招待不好他，给咱家丢脸吗？我妈，今天中秋，他来送节礼，正好他父母也不在，你们一起过个节。居然已经中秋了，我大惊。中秋之后再有1个多月就是立冬。我记得在今年冬至时候，陶之行的公司就已经有点眉目了。就是在冬至那天的一个招标会上，陶之行遇到了封文清。遇到陶之行后，封文清也像恋爱脑晚期一样，经常给他送资源、送人脉。不行，我自己远离陶之行虽然很简单，但是我家和封文清家是世交啊，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得想办法让封文清也离陶之行远点。封文清过来时候，我笑得格外热情。他进门时候愣了一下，拎着东西倒退出去，抬头看了看，太阳方位没问题。回头见我还在笑，他受宠若惊地把礼盒交给保姆。你遇到什么高兴事了？我笑眼弯弯，没什么，我只是突然发现
自己是个天才而已。风文清沉默，风文清挣扎，风文清违背自己良心。你的脑子一向灵活。我亲自拉着风文清坐在餐厅。今天中秋，厨师从中午就开始忙活，做了一桌子大餐。管家拿着螃蟹想要给我包蟹肉，风文清伸手，我来吧，今天过节，你们也都早点休息。管家十分顺从地下去了。等等，坐在这儿的正主还没发话呢。不过算了，本小姐一向不计较这些小事。我看着风文清包蟹，笑眯眯道：文清啊，你年纪也不小了，有喜欢的人吗？风文清手一抖，一条蟹腿捡废了。他把残肢扔掉，继续剪下一条。没有。你要给我介绍，我上哪给你介绍去？我又不认识人。我意思是，你看你也老大不小了，你们公司里青年才俊又那么多，你应该多认识认识嘛。自家公司里的人都知根知底，现在眼界放宽了，将来才不会被什么草根凤凰男三两句话给哄懵了。你说对吧？我喋喋不休时候，风文清一直垂眼包蟹。他这人一向听劝，刚开始还冷着一张脸，但是把我的话听完后，已经心平气和了。他把一碟子蟹肉推过来，吃。我吃着蟹肉，问：我刚刚说话你听了吗？这蟹肉挺好吃，你再给我包点。听了。螃蟹性寒，吃完这一盘先喝点姜茶。那你是怎么想的？那姜茶太辣，我不喝。用脑子想，不喝就没有下一盘。我忍不住控诉：你不要太过分。风文清摊手：你能拿我怎么着？我冷哼一声：我要让我妈去找你妈，给你介绍相亲对象去。风文清残忍提醒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年纪比我大。风文清比我小1岁半，我比他早入学，但是他上学跳了2级，所以还比我早1年毕业。就因为跳级这件事，我被我妈念叨了足足1个月。这件事情是我最不能听到的。逆鳞背触，我冷着脸直接回了自己屋里。垃圾风文清，本小姐不管了，就让他跟那个凤凰后宫男甜甜蜜蜜在一起去吧。我埋在被子里数了50个数。房门被敲响了。刚刚是我不对，我给你带了吃的，生气了也不能饿着肚子，对不对？我轻哼一声，把被子拉下来一点，支着耳朵听。本小姐也不是小气的人，今天中秋呢，她要是再有诚意一点，就原谅她算了。风文清迟疑了下：你不是喜欢吃蟹吗？我给你包好不好？哼哼，这还差不多，再来2句我就不生气了。结果支着耳朵等了半天，门外没动静了，把人给气跑了。风文清不至于这点度量吧？我摸出手机，寻思要不要给他发个消息问问。手机上突然一亮，一条最新消息：风文清，姐姐错了。我努力克制住疯狂上扬的嘴角，发消息太没诚意，不接受。风文清秒回：那你开门，我当面和你讲。我麻溜从床上爬下去，打开门，眼睛晶亮看着风文清。风文清白皙的面颊可一泛红。你刚刚才吃了几口？不然我先给你包蟹肉。谁还要吃蟹肉啊？我兴奋催促：不要，我不饿，你快说。风文清视线飘忽，半晌红着脸低声道：姐姐，我这辈子都值了。我感觉我重活一次，就是为了现在这一刻。一直高高在上20多年的死对头突然跟我示弱，爽，真的很爽。我嘴巴直接咧到太阳系，甜声道：哎，姐姐在这儿呢，乖孩子，姐姐疼你，姐姐给你包蟹吃。说着，我把风文清手里端着的餐盘接过来，尝试自己动手包螃蟹。风文清这是第1次进我卧室，
他像巡视领地一样，把屋子看了一圈，连角落都不放过。末了，他道：“你这张床，我的10米大床，就是我第2个逆鳞。”我骤然警戒，床怎么了？风文清笑了，看着就很舒服。知音啊，我很感动。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人其实挺好的，以后多接触一下就好了。我深以为然。自从中秋这次晚宴后，我和风文清的关系有了质的飞跃。我爸妈长游回来后带了不少东西，我奉命给风家送些回礼。风文清的父母都醉心事业，常年不着家。风文清也在公司，他们家常年只有保姆在。我一寻思，让人把回礼送去风家。我拿着礼单去了风文清上班的地方。风家信奉赡养式教育，风文清去年进入风家旗下子公司后，是从小职员干起。我记得这个时候，风文清应该干到了策划部的小部长。路过茶水间，一个人从里面出来，我看了眼，有些愕然。这不是陶之行的初恋小青梅吗？怎么会在这里？宋思安和陶之行几乎是绑定关系，只要宋思安出没的地方，方圆500米内肯定会有陶之行。但是陶之行最早一次出现是在冬至时候才对，难道时间线提前了？不对，冷静，冷静。上一次陶之行出现在招标会上是公司刚刚稳定，第一次带着团队进行投标，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时候，他那刚成立的小公司连招标书都还没做出来呢。既然东西没准备好，应该没时间到处跑才对。我松了口气，继续找策划部的位置。这公司我没来过几次，7拐8拐的，竟然迷路了。在犹豫要不要给风文清打电话时候，旁边突然有人骂骂咧咧：“操，那经理说话真装，挑这个挑那个，老子是过来招标的，不是被当孙子训的，是过来公司开会的那些人。”会议已经结束了，我寻思要不要再回去找风文清，结果里面激愤的声音一变，无端让人作呕。这公司听着有多厉害，其实也就那样吧。那经理听说去年才刚毕业，这么年轻就当了经理，谁知道是怎么做到这位置上的？这话一出，顿时有几道附和声。你还别说，他虽然全程板着脸，但那身材和脸蛋还真有点东西。越是这种看着不好搞的女人，到手后睡起来才带劲。嘿嘿嘿，今天招标时候，他往你那边看了好几次，不会是污言秽语不堪入耳，自动门打开？不会吧？都建国这么久了，我居然还能在公司里听到这种裹小脑的发言呢？对着甲方的高层都能这么意淫，你们星号已经不看时间场合了。休息室中间坐着几个年纪在30岁上下的人，坐在中间的人看了我眼，眼中闪过一抹惊艳，紧接着是腾升的征服欲。我看得清楚明了，心中一阵逆烦。人品这么低级，做出来的东西也可想而知。你们是哪个公司的？投标哪个项目？带队的人有些谨慎。你是公司里的人，刚刚他们只是开个玩笑，说的话没有其他意思。我扬扬下巴，少跟我来这套狗屁的玩笑话。年纪轻轻当了经理，就是潜规则性交易，怎么着呀？你这个职位也是自己卖星号上来的，比邻而居30年，加上上辈子，再也没人比我更了解风文清。他虽然有一堆缺点，但生意上确实有天赋。如果他要潜规则，也不会累死累活1年多才混上子公司小部门的小经理。风文清刚进公司那段时间是怎么过来的？我从我爸那里听的耳朵都要起茧子了。就是这样，这些人的话才更失礼。背对的人脸涨成猪肝色，
他像是急于找回面子，大声且迅速地放出一堆观点。小姑娘年轻气盛，还没接触过社会，不了解实情，也难怪说得这么理想化。等你出来工作后就知道了，女人在身体上天生就比男人差一截，思考方式也更感性，很容易被情绪带动着做出不公正的决策。她去年才进入公司，连公司最基层的东西都还没了解，坐上这位置发表的看点也全凭自己喜好。有人会这么揣测，也是理所当然。再说了，不管再厉害的女人，最后也都是要结婚生子，相夫教子。我们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为了一份企划通宵赶工几个月，结果被他一句话就轻飘飘否决掉，这像话吗？他既然坐上了这个位置，却连一点小脾气都克制不住，本职工作也做不好，还不能被人批评两句。我看你真是被家里惯坏了，连这点道理都不懂。我这么说，你们公司的企划无可挑剔，不应该被刷掉。那人有些自得，毕竟是我们这些人努力那么久做出来的，就算称不上完美，但也差不到哪去。我笑了，本小姐一向欣赏有实力的人，把你们的标书拿来我看看，如果可以，我能帮你们越级递上去。你是？风慈是我干爹。那几人眼中的猥琐一闪而逝，我笑得更愉快了。带头的人半信半疑把标书递过来，我草草翻了几页，通篇废话。封文清居然忍着跟你们商讨了那么久，才把你们赶出来。我父母就算再怎么嫌弃我，但从小耳濡目染，这些东西我还是知晓一些。把标书拍回那人胸口，我笑吟吟，拿帕子擦手。这就是你们优秀男士最顶峰的实力。封文清确实办事差劲，居然让你们能通过出测。这东西要是换到我这儿，你们早被赶出去了。文盛公司是吧？你们可以回去了。以后封家的公司都不会再和你们有任何合作。公司的事还轮不到你做主。那人攥着标书，眼中闪过一抹羞恼。我们投标是走正常流程上来的，你凭什么能断掉我们合作？哎呀，我轻掩着唇，故作惊讶。我没说清楚吗？除了封慈叔叔是我干爹以外，我家还和封叔叔家是世交，一个满嘴污言秽语的小公司的合作，有谁会放在心上吗？这人咬牙切齿。这位小姐行事这么高调，就不怕我们把这件事传播到网上去？你们要怎么传都随意，不过我们公司可没有录像供你们调的。一道熟悉的声音从我身后转出来，我转身，封文清穿着我之前帮他选的酒红色西装马甲，同色系领带松散系着，扣子解开最上面2颗，精致锁骨若隐若现，雪白的衬衫上卷，露出纤细白皙的手臂，干练又金贵。他含笑看我一眼，转而对几人点点头。贵公司的策划案质量一般，最终淘汰名额是公司里几位管理一起表决后决定的，不存在内幕一说。几位如果不赶时间，公司组织了茶歇，可以用完再走。欣赏到那几人吃星号般的表情，我心情大好。封文清带我回了办公室，怎么突然来了，也不和我说一声。我坐在宽大老板椅上，翘着2郎腿，不乐意了。我过来还要提前报备，怎么着？你这公司还有什么机密值得本小姐亲自过来偷的？封文清放低姿态，你难得过来，我自然要好好招待不是？你但凡说一句，我就把会议先推迟了，这还差不多。说到会议，我蹙眉，你那都是什么合作对象？质量也太差了，连我都能看出来好几个问题点。封文清看我一眼，又是诧异又是欣慰。哎呦，
我家大小姐会看标书了呀。我忍不住一抖，你是我家亲戚吗？这什么鬼语气？对了，我刚过来时候看到宋思安了，他不是在咖啡店打小时工吗？怎么又来你这儿了？封文清看着我带过来的节礼单子，漫不经心，公司人事招聘，他过来有什么稀奇的？话是这么说，但是宋思安在这儿，不就等于封文清随时能见到陶之行？危险系数太大。我皱皱眉，我看他不顺眼，你把他开了。封文清有些无奈，姐姐，他刚签了合同，无故开除要赔一笔违约金，区违约金而已，除了违约金，对公司形象也不好啊。封文清问，你和他有过节吗？正如我了解封文清一样，封文清也很了解我。我以往的人际交往和活动轨迹他知道得很清楚，随便说谎反而危险。我冷哼一声，反问，本小姐不喜欢一个人需要理由吗？封文清暗暗眉心，节礼上有不少水果和海产。你饿不饿？回我家吃顿下午茶。封文清家里有好几个外国厨子，我很心动，但是也迟疑。你还在上班，能走吗？对方冲我发送一枚 wink， 毕竟我是封慈亲生女儿吗？后面有靠山的。我笑倒在椅子上。封文清家的厨师手艺很好，后续他又请我去了几次，我们两个关系迅速发展。短短半个月，我感觉封文清就是我的人生知己。今天听说封文清生病了，我驱车去他家，这段时间我来的次数不少。封文清索性给我开了权限。封文清不喜欢家里到处有人，没事时候家里仆人都在后面那栋楼里，有需求在喊人。偌大的屋子空荡荡的，我坐电梯去了封文清屋里。他穿着一身丝质家居服，靠在阳台沙发椅上，背对着屋门。我进屋时，他还咳嗽几声，声音轻微沙哑。东西找到了。什么东西？封文清转身，你怎么来了？我琢磨了下，他话里像是挺高兴的。听说你生病了，我就来看看呗。他脸色泛着不正常嫣红，我伸手一摸，低烧啊，怎么感冒了？嘿嘿，睡觉时候屋子温度太低了，有些着凉。我半信半疑，你居然会犯这种低级错误？难道我爸妈平时夸得那么天花乱坠，其实都是假消息？封文清，你吃东西了吗？我扯扯唇，你不用每次找不到话题时候就问我要不要吃东西吧？你当你在养猪吗？封文清举双手做投降状，两人打趣间，门被敲响了。宋思安站在门口，有些局促。封经理，东西找到了。封文清应了声，帮我送去公司吧，这个文件很重要，不要出差错了。是。宋思安走后，我十分不喜，他是怎么回事？都说了我不喜欢，现在倒好，人都直接登堂入室了。封文清笑道，你上次不是说不喜欢他？我把人调到身边当助理了，这样更能抓到他的错处。话是这么说，那个文件重要吗？让他拿？我总感觉不放心。封文清拍拍我手，放心，就是一个普通文件而已，没什么的。封文清在生意上的事比我有分寸，听他这么讲，我也不好再说什么。再说，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需要关注。过几天龙行的招标会你要去吗？封文清有些遗憾，这场招标会很重要，我之前想亲自去的，但是突然感染风寒，公司已经决定换人了。那就好，那就好。如果不出意外，陶之行会出行这次的招标会，我可不想让封文清碰到他。又过几天，天气到了0度，今年冬天干冷，一场雪都没下。我为了躲陶之行，这段时间都没出门，在家里无聊得很。爸妈，我们去东北旅游吧，
那里的雪应该积攒很厚了。我妈一贯在脸上涂抹，拒绝得很干脆，不去。大冬天往那么冷的地方跑，你脑子缺根弦啊！我爸态度却截然相反，他爱怜看我一眼，想去就去吧，顺便去问问文清要不要出去散心啊！我不解，他在公司那么忙，怎么可能有时间跟我出去玩？就听我爸道，文清在工作上出了点问题，已经被停职了。我没忍住，爸，你从哪听来的小道消息？就封文清那办事能力会出问题？这消息比我突然勤奋上进，开始准备接手公司了还要离谱好吗？前2天我还听老封说，他因为疏忽把一个挺重要的单子搞砸了，老封停了他职务，让他在家里冷静冷静。我爸后面继续说了什么我没听，快速换鞋跑出门。这段时间封文清接手的单子只有一个，就是和陶之行竞争的那个项目。陶之行这人有点邪乎，只要牵扯到他，就连封文清都跟失了智一样。但是封文清明明生病，那个项目的负责人已经换了才对，怎么还会出事？一路飙车，最高60码到封文清家，就看到封文清正在池边喂鱼。他家养了一池子的锦鲤，一个个长得膘肥体壮。我没好气道，你倒是有闲情雅致，还有心情在这里喂猪。封文清把手里剩下的饵食全部扔下去，拍拍手，这些鱼不管之前吃下去多少东西，只要一看到食物，还是会再过来争抢，一点都不担心会撑破肚子。我没好气道，畜生行事全靠本能，你还指望他们会长出理智这种东西？封文清感觉这句话挺有意思，他歪歪头问，那如果一只饥饿的猛兽被投放进一片全是食物的林子里，会怎么样？我想了想，在确定周边安全后，会毫无节制地进食吧，直到吃撑吃吐，吃得跑不动路为止。不对，我过来是问你为什么被停职的，你别扯东扯西的。封文清耸耸肩，那个项目虽然不是我在负责了，但是之前的文件我都有参与。招标会上发现有些文件的数据弄错了，招标失败，最终责任在我头上。我蹙眉，你这完全是在背锅呀。封叔也太严厉了。封文清对此看得很开，罚得严些才能服众，没什么不好的。我看封文清形单影只这么可怜，便道，既然这样，不然和我一起去旅居怎么样？旅居？旅游加长居嘛。东北现在雪可大了，我们去哪里找间房子窝冬？这几年这里一直干冷少雪，我对雪多的地方格外向往。以前家里一直忙着生意，我又在上学，今年好不容易有了时间。封文清又在停职中，我压抑许久的心思又活泛起来。我们要找一个有土炕的屋子，外面下着鹅毛大雪，我们在热腾腾的炕上窝着，炉子上还能烤橘子吃。听说那里的早市有特别多吃的，我们穿着红绿色大棉袄逛早市，还能在院子里堆雪人。越说我越兴奋。封文清笑道，好啊，我在东北有个院子，什么时候动身？封文清说是院子，结果到了一看，大小面积和庄园也没什么两样了，唯一区别只是装修比较简朴，外观上和其他村子没差。院子里还有大片的菜地，甚至还饲养有鸡鸭。后面的水塘已经封了厚厚一层冰。封文清指着鱼塘道，前年刚买回来时候，我让人在里面投了不少鱼苗，你要是想吃鱼，可以让人从里面现捞。我眼睛放光，还捞什么呀？让人支个帐篷，我们去冰钓吧。这个玩法我早就想尝试了，但是我爸忙生意，我妈虽然一直在家，但是
不是他说他妈的坏话，就看他妈每天一直在脸上涂涂抹抹的样子，可能会跟着自己去冰上徒手捏鱼饵钓鱼吗？一顶狭窄但保暖的帐篷里，我和风文清面对面坐着，两人中间是刚开的一个冰洞，需要用到的东西都已经准备好。我挂了饵，把线放下去时候，还有些不可思议。我一直心心念念的活动，帮我实现的居然是我讨厌很久的死对头。姐姐，你的鱼漂下浮了。哦，我慌忙拉线，是一条尺长的小鱼，这也太小了吧？成年了吗？你就咬。我嘀咕一声，把鱼重新丢回去。他临走前尾巴一扬，扫我一脸水。风文清连忙拿手帕过来帮我擦，水进眼睛里没有？眼睛放松，让我看看，有点红了，别掉了，先去洗洗眼睛。我傻乎乎睁着眼，看风文清捧着我脸，表情焦急，眼神担忧。糟糕，以前怎么没发现？风文清居然长得挺好看。我一直以为风文清没我好看，重活一世也还是这么认为。但是刚刚近距离看，突然发现她五官，比本小姐还是差那么一点的。风文清忙前忙后，一转头挑眉：“你傻笑什么呢？”我忙收了笑，故作严肃：“你胡说什么呢？没有的事。人家为我跑前跑后，刚刚精神胜利的我有些心虚。”风文清轻啧一声：“冰钓就这么开心？那鱼塘还是留着。”他说话很轻，我没听到，不客气囔囔道：“你在嘀咕什么呢？墨迹死了，赶紧进来。”知道了。眼睛进细菌，红了几天。风文清禁止我再去鱼塘，于是为了报复，我吃了好几天的鱼。今天暴雪，屋里温度很高，我倚在窗边，包着烤熟的橘子，看外面鹅毛大雪簌簌落。屋外很安静，屋子里只有炭火偶尔的噼啪声。这种气氛太适合伤感了，但是伤感这种情绪根本不适合本小姐。我拿手机嚎了一声：“风文清，你干嘛去了？”风文清秒回：“隔壁书房呢，无聊了。”我马上过来陪我待着。风文清，有些公务要处理。我很霸气，搬过来处理，不要让我再说第二遍。风文清，遵命。我是不知道，既然停职了，为什么还要处理公务？但是风文清看起来似乎很忙，时不时回复个邮件或者接个电话。他打电话时候说话十分小心谨慎，像是生怕有什么消息被我听到一样。他对我有所隐瞒，我很不爽。但是仔细一想，他公司里的事情对我有隐瞒也是正常。这么一想，更不爽了。但是处理公务之外的时间，风文清对我非常好。我说这个土炕不舒服，新的土炕马上现做，做好了我们就换屋子住。我说不喜欢这个装修布置，继续换新的。之前的屋子重新布置，这整个庄园都是他的，无数的屋子都没入住。随着我折腾，按照风文清说的，你就算一天睡一个屋子都行。至于吃食上面，风文清像是没有喜好一样，每天都按照我的口味来。带的4个厨师，每天全是我在点单。两人同居半个多月，我感动得快哭了。我亲生爸妈都不会对我这么好。在屋子里又多出来一张10米宽的大床后，我感动值已经破表。文清，你对我太好了，以后没有你的日子我可怎么活呀？风文清笑得轻快：那不分开不就好了？京城我也有栋别墅，离你最喜欢去的医美院美甲店很近，其他都还好说，就是我的10米大床。风文清像是才想起来：当然了，你的卧室还和你家里的布置一样。家人，你就是我亲生的家人。我嗷呜一声扑过去，
抱住封文清，回去我就搬家。封文清勾着我的手指，那就说好了，说好了，我花那么大功夫才把房子装修出来，你后面不会因为其他事情变卦搬走吧？本小姐说话算话，生气了也不搬。我认真想了下，我这人脾气其实挺好，一般不会生气，那我就放心了。封文清笑容浅浅，她眼型其实很漂亮，眼尾上挑还轻微泛红，是天生的桃花眼，只是她平时经常板着脸，心智早熟，再加上早早进入公司，上位者的气势显露出来，让人不敢直视。如今她眉眼微弯，眸光潋滟，看得我呼吸一滞，感受到明显不规律的心跳。我欲哭无泪，完了，都怪陶之行那个臭男人，让我对所有男的有了本能厌恶，导致我看女生都能看入神，新仇旧恨一起叠加。我咬牙连夜给我爸发了一篇小作文，其中胡编乱造了许多陶之行对我的种种恶行，并重点讲了陶之行的公司名称和所在位置，希望我爸爸为我出气时候不要跑错地方找错人。结果第二天我爸发消息，仔仔呀，你发的这个公司目前正在星号项目里脱不开身，根本不用爸爸下手吗？我一愣，什么意思？跟我说的话，我爸想来不带那些专业术语，力求用最简短的话给我把事情说明白。有内部消息，这个项目亏定了，投入越多亏的越多。他一个小公司进了这个项目，下场比白手起家还惨。我看到这个消息有些愣神，怎么会这样？一只手从后面按掉手机，封文清声音含混，还早，再睡会儿。我老实躺在那，脑子乱糟糟。陶之行上辈子可没遇到这事，他遇到封文清之后，事业扶摇直上，公司发展就像海豹一样。以像海豹为例，3周的哺乳期过后，像海豹的体重能暴增至刚出生时的3至4倍。而这一世只是没有遇到封文清，陶之行的公司就成这样了。如果真像我爸说的这样，那陶之行后半辈子都不会再和我有交集了。毕竟普通人即使负债数十万，都要用10几年甚至更长时间来还清。他这公司如果破产，最少有几百万的债务在等着他。就算他真的还完债务，也已经到中年了，只是一次招标会而已。没想到对他的人生改变有这么大。不过这样也好，不用我再做什么，这一世我的生活就能十分安稳。外面又下起雪，有树枝不堪重负，枝杈上的积雪砸在雪地里，发出闷声。风声渐起，听说今天会有暴风雪。温暖的室内一片漆黑，柔软的床铺里，我往封文清那边靠近，挽着他胳膊沉沉睡去。封文清翻外，再次睁眼，我重新回到了6年前。封家别墅还是空荡荡的，我几乎不假思索，抓起手往外冲。我家隔壁就是白家，进门时候，白伯母被我的状态吓到了。文清啊，你怎么了？脸色好差。我抹把额头上的汗，强自镇定下来。刚刚做了个噩梦。伯母，长乐在吗？提到白长乐，白伯母脸上是不掩饰的嫌弃和柔和。还在睡着，每天跟个小猪似的。你要找他去玩。我视线快速转了一圈，最后落在白伯母的家居服上。印象里，白长乐穿的衣服都十分鲜艳好看，每天打扮得像只刚盛开的鲜花一样。衣服，我想让他陪我去选选衣服。长乐的眼光一向很好，白伯母乐得我们2个多亲近，当下同意了。你先稍等下，我让人去喊他。结果还没等他喊，我这辈子都不能忘的声音就在楼上嗷了一嗓子。
是的，像人猿泰山一样的嗷了一声。我没忍住，为了避免失礼，只能端起茶杯遮掩笑意。白长乐喊完，白伯母一脸杀气的上楼了，我跟在后面，思绪纷飞。长乐是白家的独生女，模样甜美，性格骄纵。不过在这样的家世背景下，这种骄纵的缺点就显得十分微不足道。尤其白家父母十分恩爱，也很宠爱长乐，白家的生意也是如日中天。他原本可以有个一生顺遂且十分美满的人生，如果没有遇到陶之行的话。我是在一次招标会上见到的陶之行。陶之行和他刚成立不久的公司，在这一群大鳄里面自然讨不到好，但就是这样一个公司，居然挺过了第一轮招标。我对这个公司为什么能通过第一轮招标有些在意，于是和陶之行多聊了几句，结果发现陶之行和我意外的投契。我本能感觉到不对劲，虽然事实有些残忍，但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小公司老板，怎么可能和我话语投契？对方是有备而来，我知道，但是我更疑惑，对方是从哪里收集到有关他的信息，甚至连我为数不多、隐藏极深的喜好都能一清二楚。我上学时候曾经跳过2级。大学课程也十分轻松，于是中间有半年的时间，我休学去环球旅游。我说自己在意大利老店喝过一杯美味葡萄酒，他立马接自己去意大利旅游时候钱包被偷。我说在加拿大别墅附近滑雪很自在，他就说在加拿大冰湖钓鱼，结果脱钩，话题都接得很完美。对方也妙语横生，气氛一点都不无聊，但是我却越来越心惊。资料上显示，陶之行毕业于国内一所普通的2本，上学期间没有出国记录，毕业后他开始组建公司，更是没有出国机会。那些经历是怎么回事？我不认为是周围的人贩卖自己情报，毕竟他说出来的有些信息是自己父母都不知道的。诸多猜测权衡之后，我决定把这人留在身边观察。我假装对这人起了好感，假装被对方的表象吸引，前后送了几次资源，陶之行的公司顺风顺水的起来了。就在我要进一步行动时候，白长乐出现了。我看到陶之行，然后一头撞了进去。我劝阻过几次，白长乐除了和我关系越来越僵外，没有任何改变。那时候的白长乐满脑子只有陶之行，事事都以陶之行优先，就像被下了降头一样。我在又一次把一个资源送给陶之行时候，心里猛然一惊。别说白长乐了，我现在这个样子和白长乐有什么区别？我送给陶之行了一大笔资源，陶之行忙着吞食消化，暂时没工夫再接触我。趁这段时间，我把自己藏匿起来，冷眼旁观。陶之行的女人缘很好，警局、税局、消防、医疗、餐饮、商业，甚至政界，都有她的解语话。这些女人原本高冷金贵，遇到陶之行后，也都变得和白长乐一般无二。陶之行像是恶俗网络小说里的男主一般，接二连三地把优秀女人收进后宫。他享受那些女人为自己争风吃醋的同时，享用着那些女人身后的资源，又轻蔑和嫉恨这些女人身居高位。陶之行出身不高，自卑尤甚，在一群莺莺燕燕里，他认为只有和他相识于微末的初恋宋思安最理解他，是他最贴心的存在。宋思安出身一般，对上这些女人一定会被欺负。陶之行认为宋思安被欺负了，就会伸张正义地替他报复回去。一来二去，
其他女人的日子不太好过，白长乐更是其中之一。他家的生意接二连三被截胡，再加上陶之行时不时的破和宋思安的羞辱，当时白长乐状态低迷，一度有些抑郁。我再一次见到白长乐是在自己的生日宴上，白长乐跟着父母前来，他妆容精致，但是神态萎靡，眉宇间是揉不开的忧郁。白家父母对他这模样十分担忧，话里话外都让我帮着开解一下。我和他去了花园，白长乐却时不时往屋里的方向看，我知道他在看什么。陶之行今天也来了，带着宋思安。我观察陶之行这么长时间，知道陶之行周身防备非常严密，警惕心也重，私家侦探无法靠近，窃听器也安装不了。但是陶之行最近刚把那笔资源吃完，资产飞速增长，周围恭贺不断，正是他志得意满的时候。我这段时间的态度让陶之行以为我已经爱惨了他，再加上今天主场在封家，这是最好的机会。我看眼安静坐在木椅上的白长乐，以往的他就像朱丽叶玫瑰一样鲜艳华贵娇嫩，被圈养在花圃里，精心照料，只是看上一眼就令人心旷神怡。而现在被陶之行多次言语打击羞辱后，他更像一株水晶兰，美丽脆弱，仿佛一碰就碎。陶之行对我进行这么长时间的骚扰，吃了我那么多资源，我也只是想要弄清楚陶之行身上的奇异之处而已。而今天看到白长乐，我罕见的对陶之行起了厌恶。爱人如养花，陶之行显然不配做那个养花人。我尽量放柔了声音，你先在这里坐一会儿好不好？我去给你拿些吃的。看到白长乐点头后，我才匆匆离开。陶之行在宴会厅里左右逢源，十分快活。我找人编借口把他喊了出去。一间早已准备好的屋子里，主演正式进入其中。我站在满屋子的显示屏里，冷眼看着屏幕上放浪形骸的陶之行。他等了一会儿，突然有些不耐烦，独自说道：行了，别念叨了，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这可是封家老宅，有些摄像头不是正常吗？他们举行个宴会，摄像头不知道什么原因被全部破坏掉了，是个脑子正常的都会去查吧。老子难得有今天这成就，后面出席的都是高档场合，像今天这种情况当然避免不了，你行事也给我注意点。说完，他兀自嫌弃，真是个过时的系统，给你攒了那么多能量，也没见你把自己升级一下，行事这么老套，也就多亏我不嫌弃你。画面和声音被装在屋子里的数十个摄像头清晰录入进去，一丝不差地传进来，我听得清清楚楚。如果不是陶之行脑子有问题，那事情就很简单明了了。我摸清楚情况后，忙蛇身回去找白长乐，结果等我赶到时候，白长乐躺在花园里，后脑上全是血，他被送去医院抢救，身体转危为安，但是意识沉寂，已经不愿意再苏醒过来。我看了监控，宋思安推人的过程十分清楚，陶之行当然要保人，他自以为我对他无法自拔，态度傲慢自大，被我抓住关了起来。几天之后，时间线重新回溯，陶之行以为自己有系统就是无所不能，于是轻易同意了让系统用这段时间积攒的能量重塑时间线。他以为即使重来一次，自己也能像之前一样成功，甚至比之前成功的更早。不过可惜了，有些事情天算不如人算。我故意招了宋思安进公司，又故意一路提拔他，让他当了自己助理，能随意进出自己办公室和书房。
宋思安根本不懂生意上的事，那些资源和大公司招标也是我无意间和宋助理透露的。彼时陶之行才刚开始成立公司，根本接触不到这些内幕。在尝到一两次甜头后，两人野心变大。那个困住陶之行的项目当然也是我运作的，这项目在上一世确实是个好项目，只是项目能成功运行的原因是几家招标的巨鳄合力把风险排除了，而这一世的陶之行不知道那些东西。他得到这一机缘后，使尽浑身解数，用系统攻略了项目负责人的情人，勉强挤进去一个陶之行，那对应的名额就要少掉一个，而少掉的那一个正是上一世项目中带头牵线联系其他几位巨鳄的白家。少了白家带头，那些巨鳄自然不会主动为他人做嫁衣，陶之行花尽身家也要搭上这艘巨船。他想靠这艘巨船劈海踏浪，可是根本没有想过，一旦船只出了问题，他能不能靠自己去撑过这些风浪？这一桩桩一件件环环相扣，才有了今天这个局面。事发之后，陶之行就算真的有办法脱身也无所谓。陶之行用性贿赂，使宋思安多次透露公司机密，每一次过程的证据都在我手里。昏暗的室内，我质疑看着熟睡的白长乐，眉眼柔和，玫瑰向阳而生，逐光而行。那些阴暗泥泞，他自无需踏足，就像在冬日的这座庄园一样。我还准备了许多花房，玫瑰都是娇弱易碎的，我会把它圈养起来，精心照料着，不再让它看到世上任何风雨。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